10种把石头溶解的强酸作物。你以为土壤太硬种不了，实则是根部分泌强酸，把岩石变成肥料。第一种关键时刻能救活全家。在植物界存在着一群自带化学武器的工程兵，他们不需要肥沃的土壤，全靠根部释放的强酸强行击穿岩石，榨取养分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把石头溶解的强酸作物，来一场植物界的生物分化奇迹。第10名，向日葵。向日葵的根系能分泌特殊的低分子量有机酸，这些酸液不仅能溶解矿物，还能特异性地结合土壤中的铅、铬、砷等重金属，将它们溶解并吸收到茎秆和叶片中封存起来。它是修复被污染土地的头号功臣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种的就是它。当然，吸满重金属的向日葵就不要拿来吃了。第9名，油菜。油菜是十字花科植物，它对磷极度饥渴。当它感觉到缺磷时，根部会主动分泌大量的苹果酸和柠檬酸，这些酸液能强行置换出岩石表面的磷酸根离子。实验证明，油菜根部周围的有效磷养分比普通土壤高出整整几10倍，这就是它在贫瘠石缝里也能开花的秘密。第8名，鹰嘴豆。如果你在早晨触摸鹰嘴豆的叶子，你会感到皮肤刺痛，因为它的茎叶表面会分泌一层 pH 值低至 1.3 的极酸液体，主要是苹果酸和草酸，这酸度接近胃酸。这些高浓度的酸液会随着晨露和雨水顺着茎秆流进根部的土里，直接给脚下的岩石来一场强酸腐蚀，把石头里的养分融化后喝掉。这就是为什么鹰嘴豆能在中东最干旱、最贫瘠的半沙漠地带生存。第7名，蚕豆。蚕豆在进行生物固氮的同时，为了维持电荷平衡，根部会启动质子泵，向土壤中疯狂发射氢离子，这会让根系周围的土壤 pH 值急剧下降，瞬间变成强酸环境。这种酸性环境能直接溶解土壤中难溶性的磷酸钙，把石头变成磷肥。这就是农业上著名的蚕豆玉米间作原理。蚕豆负责溶石造肥，旁边的玉米负责蹭饭吃。种1季蚕豆相当于给地里施了一遍过磷酸钙。第6名，大麦。大麦的根系能分泌植物铁载体，在缺铁的石头多、碱性大的土壤中，铁元素被锁死在石头里。大麦分泌的这种特殊物质能像钳子一样把石头里的铁原子夹出来，溶解进水里吸收。它是盐碱地和贫瘠土地的拓荒先锋，种1季大麦，土壤就熟了1分。第5名，高粱。在酸性红壤或岩石发育的土壤中，往往含有大量对植物有毒的活性铝。普通庄稼一碰到铝，根尖就会坏死，但高粱的根系一旦检测到铝离子，就会在短时间内向根系土壤释放大量的柠檬酸。这些柠檬酸会包裹住有毒的铝离子，形成无毒的复合物，让铝失效。在干旱且多石的山坡上，高粱是少数能活下来并产出粮食的作物。第4名，黑麦。如果你挖出一株黑麦，把它的根系全部连起来，长度可以达到惊人的600公里。这张巨大的网能分泌出海量的多种复合有机酸，它不针对某一点，而是对根部周围的每一粒土壤颗粒进行无死角的酸洗，这使得它对土壤中钾的吸收能力比小麦强好几倍。第3名，紫花苜蓿。苜蓿的根系是植物界出了名的深潜者，它的主根可以扎入地下10米甚至30米深。遇到坚硬的离体层或岩石缝隙时，苜蓿不仅靠物理力量穿透，根尖还会分泌酸性物质软化岩层。它能把深层土壤里的矿物质抽到地表，死后变成绿肥，改良表层土壤。第2名，荞麦。科学家发现，荞麦根系分泌酸性物质的能力是小麦、玉米等禾本科作物的3到5倍。它对石头里难溶性磷的利用率极高，即使在没有任何肥料的生荒地上撒一把荞麦种子，它也能靠啃石头长得郁郁葱葱。第1名，白羽扇豆。当土壤缺磷时，白羽扇豆会停止主根生长，疯狂长出这种像刷子一样的密集短侧根。这些排根就是一个个酸液泵，它们会在短时间内向周围的微小区域爆发式的分泌大量的柠檬酸。这种高浓度的柠檬酸能将根系土壤的 pH 值瞬间拉低，强行溶解岩石和土壤颗粒中被锁死的磷、铁、锰等元素。它不仅自己长得好，种子蛋白质高达 40%， 还能把多余溶解出来的养分留在土里，造福后代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让你对种植和生命力有了全新的认识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亲人和朋友。
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